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这个英国呀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因为种种的问题啊，这个矛盾呢在急剧的上升。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上，这个俄罗斯就指责英国，你帮着乌克兰培训军人，你帮着乌克兰来策划相关的军事行动，你可能还幕后参与了就是破坏北溪管道。那么双方的矛盾呢是在升级，而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突然失火，而且在一个敏感的地区失火，不得不浮出水面，所以这就引起了外界的广泛的猜疑。怎么回事？是不是俄罗斯对他采取报复行动，把他的核潜艇给搞坏了？其实这个顾虑或者说这种猜疑是多余的，因为就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是屈指可数，那么英国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英国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它呢是世界上拥有核武器，也就是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是由于它国土面积非常小，它只搞海基的核武器，不设陆基的核武器，也就是在英国的本土上没有导弹的发射井不设陆基的核武器，也不设空基的核武器，就是不用战略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它所有的核武器都放在战略导弹核潜艇上，但是它只有4艘战略导弹核潜艇是前卫级的那么排水量是16000吨，那么搭载多少导弹呢？16枚。但是这些导弹或者说火箭就是运载工具，全是来自美国，全是美国的3叉戟第5型的，和美国的就是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使用的运载火箭一模一样。这个是由美国人放在苏格兰这个山洞的洞库里边，当需要使用的时候，美国人来给它操作就是给它装填。那么英国的核潜艇实际上担负着英国全部的核打击任务就是英国只要动用核武器，它一定是从核潜艇上发射，所以这个核潜艇，特别是战略导弹核潜艇，对英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一共是4艘前卫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这次着火的是其中的第2艘就是胜利级，第1艘是前卫，第2艘是胜利。它那4艘核潜艇第一个字母都是 V 字。那么战略导弹核潜艇，有的人就说这次是跑到搭着核武器跑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去了，去把这个枪指着俄罗斯的脑门。其实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就是这个3叉戟这样的战略导弹，它的射程是12000公里，从英国就是附近的海岸可以打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以它根本就没必要跑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去冒那个风险，这是一个距离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搞侦察去了。搞侦察，英国有攻击型的核潜艇，老一些的是特拉法尔加级的，就是攻击型核潜艇，最新型的是机敏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它的体量、它的静音性能、它的用途都比你这个前卫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要强得多。你要去搞侦察，用攻击型的核潜艇不好吗？又隐蔽又经济，又不容易造成给别人授人以柄，所以呢，用这种战略导弹核潜艇去搞侦察去，这个可以说在军事上是无稽之谈。那么这个英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到底干什么去了呢？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去了呢？实际上，任何国家拥有战略导弹核潜艇，它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是我不能让你知道我在哪里。比如说，英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就和法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因为都不打开主动声纳，都是被动声纳的情况下，因为非常的安静2个人竟然相撞了，这种概率可能是10万分、100万分之一，但是就让他们碰到了，所以2个人碰了之后，赶紧浮出水面，一看自己人，所以把自己的潜艇开回家，自己修自己的艇去吧。这次是着火了，
潜艇一旦着火，必须浮上水面，因为你如果进水了，还可以进行封舱啊，把它封起来。但是这个烟雾、火烧，它是要消耗掉艇里的氧气的，那全体人员可能要窒息而死的，所以浮上来了。我认为他所谓的秘密任务或者绝密任务，就是在开辟或者寻找新的潜艇发射阵地。因为什么呢？潜艇发射战略导弹的时候，不是浮出水面，而是要在水下30米的深度发射战略导弹。那么这样的区域不能离开它的这个就是发射阵地太远，又让人家不知道，因为你不能有过多的商用的船只或其他的船只在航道上啊，就是公共的航行航道上。那么找这样一个区域是不容易的。在这里边游弋，要不被人家发现，还能够及时把自己的导弹打出去，所以寻找新的发射阵地是一个任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执行一下潜航多长时间，因为现在世界的长航记录是中国人创造的，法国人潜艇一个猛子扎下去啊，最多可以坚持70多天，美国人一个猛子扎下去是坚持了90天，而中国人坚持了90多天。那么是不是英国也在考虑我的核潜艇？如果一旦下潜之后，通常呢他们是1-2个月。那么这次会不会有一个任务，就是我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下，测试我的这些核潜艇的艇员能够坚持多久，我的艇能够坚持多久？所以这也属于一个绝密的任务，但是不巧失火了，所以浮上了水面。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